首次出现的全新乐高直列6缸发动机，含前进、空档、倒档以及高低速档位切换的中央分动箱，转向与方向盘联动，甚至还原了阿克曼转向几何，前独立悬架，后整体桥悬架，解锁大角度扭腰姿态，前后差速器与中央差速器，后桥差速锁与中央差速锁，5门开合，5把门锁，后排座椅放倒，引擎盖开合，天窗开合，2种外观模式。这就是使用了接近2900片零件，重量超过2公斤的乐高科技组8月新品奔驰 G500。本期深度评测，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设计原理和综合表现。先看包装，彩盒仍然是18加套装一贯的黑色底色，右下角标注了2891片的零件数等信息。来到背面，除了后侧方视角的成品图，右边也是通过图示分别展示了悬架、发动机、原型车以及成品的尺寸。打开彩盒，所有的零件一共被分成了21个零件分包，20个大步骤，平均每个大步骤只有140多片零件。再结合迈凯伦 P1 也是分了23个大步骤来看的话，乐高在今年应该是开始大幅度提高这种大套装的步骤分包精细度了。拼搭手册装在白色信封袋子里，一共有2本，厚度加起来有1.7厘米。第一册的开篇做了8页的彩图，对原型车、奔驰大 G 的历史以及积木的设计做了一些介绍，一共882步，步均3.3个零件。然后贴纸是有这样的一小张。伴随这款套装一起发布的，同样也有几枚新零件，分别是编号为4368的偏心轮零件，属于凸轮的一种。相对于此前的6575、4368占用的体积更小，但应用场景更窄，在这款42177中用于发动机曲轴的搭建。编号为4369的发动机活塞，属于偏心轮的配套零件，其一端为凸粒，中部为光滑销，另一端则为配套偏心轮的卡槽结构。所以4368和4369的配套发布也是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小型发动机的搭建方案。编号为4450的7号十字轴连接件，角度为168.75度，可以帮助设计师更好地完成一些细微角度的创建。另外，在42172迈凯伦 P1 中出现的编号为3590的12齿离合齿轮，以及编号为4423的全新叉臂零件，在这款42177中呢，也是同样出现了。下面我们就一边拼搭，一边来看一下它的内部设计。在转向结构中，设计师使用十字轴和销孔做出了一个滑道结构，行程达到了2个单位。进一步的，在这里可以看到前轮的阿克曼转向设计，通过缩小转向横拉杆的长度创建出的阿克曼转向梯形，实现了转向时内轮转角略大于外轮转角的联动效果。而前轮动力结构比较常规，动力进来以后，通过20齿齿轮驱动老款28齿差速器，然后向左右两侧传输。前悬架和上方的发动机一起组成了一个大模块，在左右两侧，设计师各使用了一软一硬共2根避震零件。测试下来，回弹力度不算太大，不过悬架行程非常长。同时，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使用全新偏心轮零件和活塞零件搭建出的直列6缸发动机，运转起来还是非常顺畅的。前悬架靠近驾驶室的位置，设计师在这里使用了4枚齿轮，后续将完成和方向盘之间的联动。而另外3个动力接口从上到下分别是发动机连接中央分动箱，转向结构连接车顶转向齿轮旋钮，前悬架差速器连接中央差速器。中央分动箱拼好以后，我们可以看到这里一共有3枚动力传输环，其中顶部的2枚分别控制高低速与 DNR， 而底部的这枚则是配合中央差速器实现中央差速锁的效果。通过建模，我们可以看到动力从发动机出来，首先进入高低速分动箱，动力传输环向前选择高速档，齿轮比为12:20，向后选择低速档，齿轮比为20:12。离开高低速分动箱以后，经过3枚16齿齿轮进入 DNR 分动箱，最终都是通过16:20的齿轮组驱动中央差速器，然后向前后悬架方向传输。4种组合的传动路径和齿轮比分别是前进档加高速档 0.29:1， 倒档加高速档 0.48:1， 前进档加低速档 0.80:1， 倒档加低速档 1.33:1。另外也可以看到，参与传动的总齿轮组，前进档是8组，而倒档则是7组，因此实现车轮旋转方向相反的联动效果。
后悬架采用了和原型车一样的整体桥悬架，动力从主传动轴过来以后，通过差速器端的28:20的齿轮组，然后向左右两侧传输。可以通过拨叉控制左右移动的动力传输环，和差速器连接后，则是实现后桥差速锁的效果。除了传动轴，整个后桥使用了3根纵向连杆和底盘大梁连接，其中中间的这根使用了4423新款叉臂零件。在车尾位置，我们还可以看到一根横向的防倾杆。另外，和前悬架不同，后悬架两侧各只有1根小号硬避震，运动行程也是比较大的。在完成底盘大梁架以后，接下来就开始车身的搭建。设计师并没有把整个车身做成一个独立的大模块，而是设计了一个比较牢固的车身骨架。最后再以骨架为基础，不断填充外观面。车门锁的设计比较简单，并没有设计皮筋等弹性元件。这款奔驰大 G 的拼搭一共用了大概8-9个小时，拼好后的成品长46厘米，宽19厘米，高24厘米。如果不算车尾的备胎，车长大概是41厘米，相对于原型车4.9米的长度，比例大概是1:12。反过来，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下原型车的巨大。那重量呢，则是达到了2公斤。在外观方面，这辆42177使用的橙色外观主体色方案，让最终的模型成品在粗犷硬朗的轮廓线条之外，也是多了一些年轻和运动的感觉。原型车整体的方正外观，并不需要太复杂的角度创建，从车门向上过渡到车窗部分的轻微倾斜角度，主要是以全新的7号十字轴连接件为基础进行搭建，而车头两侧的折角同样也是使用了十字轴连接件。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设计师在这款大 G 的外观面上也是使用了一些砖块类零件，包括车头的格栅、引擎盖上的散热口，从车头延伸到车尾的车身腰线，还有两侧的尾灯等局部位置。手册中也提供了2种外观模式，主要区别是车顶和尾门上的备胎。在功能方面，首先是前后悬架，可以看到回弹没有问题，回弹手感和回弹行程也都非常清晰。前悬架的运动行程比后悬架要稍微大一些，另外前后悬架也都是偏软的设定，做出大角度的扭腰姿态呢也是完全没有问题。转向旋钮被设置在车顶位置，测试下来感觉也是非常灵活，同时方向盘联动也是正常的。打开引擎盖，这里有一根支撑杆。那我们这里呢也可以拆下里面的发动机盖板，来观察一下各档位的发动机联动情况。左侧拨杆向后是前进档，向前是倒档。右侧的球头拨杆则是提供了高速和低速2种模式，也就是说不考虑空档的话，一共是有4种组合。对应的发动机联动情况分别是前进档配低速、前进档配高速、倒档配低速、倒档配高速。那左右2个拨杆任意一个拨到中间位置的时候，都是切入空档，发动机不参与联动。再看中央差速锁，没有锁上的时候，前后轮可以以不同的速度旋转。锁上以后呢，就锁定为同速了。后桥差速锁直接通过拨动车尾底部的换挡拨叉来切换，测试下来也是正常的。其他的几个小功能包括4门开合，以及对应的门锁、尾门开合以及尾门锁。后排座椅可以整体放倒，车顶有一个可以打开的天窗，驾驶室前面还有2个可以转动的雨刮器。那这些小功能测试下来，自然也都不会有什么问题。在牢固度方面，整体表现还是不错的，不过因为局部位置使用了一些砖块类零件，碰到的话可能会脱落。以及虽然我们可以直接把整个车子像这样拎起来，但局部外观模块还是会有一点偏软的感觉，也就是固定并不足够，谈不上特别坚固。所以回顾一下这款奔驰大 G， 这应该是一款定位为功能丰富的大型科技组作品，强调功能多，但所有的功能设计本身并没有太出彩的表现，追求功能点的宽度，而不是每个功能点的深度。原型车方正的外观也并没有给设计师太多展现外观搭建技巧的机会，包括牢固度等各方面都是相对中规中矩的表现。作为零件数已经接近2900片的大型科技组套装，如果对比其他类似零件数甚至更少零件数的乐高科技组，可以说在经典设计方面能够带来的惊喜呢是相对有限的。好啦，那本期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见，拜拜。